2026年3月4号出了一件奇葩事儿。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中东那边乱成一锅粥，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3月4号那天，半岛电视台播条大新闻，卡塔尔那个国营的能源企业出来发话了，说各位爷，对不住了，因为发生了不可抗力情况，我们从3月2号起停止生产液化天然气了，港口大门咔嚓锁了。各位，什么叫不可抗力？这个新闻词吧，听着文绉绉的，其实就是现在家门口太乱了呀，这买卖没法做了，我不干了。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卡塔尔自己吧倒没啥，人家穷的只剩下钱了，全当放假了。可是你猜怎么着？离着10万8千里的欧洲直接炸了锅了。这个欧洲啊，自从跟着俄罗斯闹掰了之后，那家里面的灶炕全指望着从这个中东运过来的液化天然气点火呢。卡塔尔可是他们的大金主呀，这个水龙头一关，欧洲那边的气表指针那是直线飙升啊。断气的第二天啊，这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原地起跳，直接飙升34%。那到了第3天，直接干到了60%以上啊。那有人说了啊，现在不是3月份了吗？欧洲这个冬天也快熬过去了吧，供暖都快结束了，他们慌什么呀？嘿，你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欧洲这帮人啊，冬天取暖把这个家底都快掏空了地窖里的天然气储备早都见底了。春天来了，这工厂总得开工吧，那到了夏天还得开空调吧。这个天然气它不仅仅是烧炕用的，它还是工业的血液，没有气儿，这欧洲那些引以为傲的大企业全得趴窝变成一堆废铁。那这帮平时鼻孔朝天的欧洲贵族现在冻得直哆嗦呀，眼看着美国大哥那边的高价气买不起供不上，没办法了，只能偷偷摸摸的又把这个目光呢瞄向了东边，就是那个被他们骂了无数遍制裁了19轮的俄罗斯。3月3号，这法国的媒体就出来放风了，说咱们欧洲考虑到目前这个实际困难，或者也许大概率要重新考虑一下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禁令了。听听这话说的多心虚多委婉那意思就是普京老哥我们想买你的气了，你给个台阶下呗。可是万万没想到普京这回可是没按套路出牌。3月4号，这普京呢接受全俄国家电视采访，记者就问他，欧洲好像想买咱们的气儿了，您怎么看呢？普京一乐，说出了一段能把这个欧洲政客气得吐血的话。普京的意思是你们不是天天嚷嚷着迟早要永久禁止进口我们俄罗斯天然气吗？行既然你们早晚都得断，那我干脆现在就给你们把管子给拔了得了，我还省事儿呢。我把这些气儿卖给东方那些敞开大门做生意的好哥们儿，巩固新市场，它不香吗？解气不解气？这就叫打蛇打七寸。那普京这边刚一表态，欧盟内部直接炸开了锅呀。你猜怎么着？就在昨天欧盟开大会，那个场面简直比菜市场还热闹。这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还有那个欧盟的外长克拉斯，这2位卧龙凤雏被一个西班牙女议员指着鼻子给骂破了头。他骂这个冯德莱恩和克拉斯在美以袭击伊朗这个事上屁股完全坐歪了。他说，你们支持以色列你们天天讨好美国，美国给你们什么好脸色了吗？讨好美国根本保护不了欧洲，你们现在挥霍的全是我们欧洲老百姓的养老金、救命的医疗资金，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哎呦喂，这顿骂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卡拉斯和这冯德莱恩这几年搞的所有政策回头一看全是错的，他们脑子里呢只有价值观、政治正确，根本就不管底下这个老百姓的死活那他们以为只要这个穿着名牌套装，在这个镜头前签几个字儿，宣布几个制裁令，就能改变世界。结果呢，制裁了19轮，人家俄罗斯照样在红场上活蹦乱跳的。那说到这个欧盟外长卡拉斯这个是个极品中的极品堪称是政治界的奇葩一朵。2023年的时候，卡拉斯呢还在这个爱沙尼亚当总理。那当时这个爱沙尼亚通货膨胀严重，老百姓是叫苦连天。
爱沙尼亚的邮报报道这个卡拉斯给民众提出来的伟大建议。卡拉斯呢是这么说的：各位民众，物价太高怎么办？你们应该自己做饭嘛，少去买那些昂贵的罐头和熟食。你们应该每天只喝一次粥，因为喝粥呢比吃三明治便宜。你们要多吃豌豆、豆角、扁豆，少吃那些昂贵的肉类。不要去买果汁，更不要买什么花蜜。你听听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说出来的话吗？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黑心资本家在训话呢。最觉得是卡拉斯最后呢还强行拔高了利益，他大义凛然地强调：民众们，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们为了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呸！我真想把这个茶杯扣他脸上感情你们这些高官在上面吃着鱼子酱，喝着香槟，老百姓就要在下面吃豆子放屁，喝凉水拉稀，这就叫自由的代价。最可怕是什么呢？是这种脑子里进水的政客，他居然高升了，他现在成了欧盟的外长，他把这个在爱沙尼亚搞的那一套饥饿疗法原封不动的搬进整个欧盟他继续用这套狗屁不通的自由的代价来掩饰他们治理国家的无能和愚蠢遇到危机解决不了，就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这算什么本事那咱们再来看看冯德莱恩干的缺德事今年1月份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在冯德莱恩的忽悠下，像打了鸡血一样正式通过了一项极端的法令，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这个禁令有多狠？第一步，到这个2027年1月，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第二步到这个2027年秋天，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为了表决心这欧盟呢还下死命令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必须在今年3月份就把这个断气计划交上来，4月15号就要提交正式的法律草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永久、彻底、干净的跟俄罗斯的能源说拜拜，不留一丝退路。各位，你发现问题没有？冯德莱恩这帮人在拍板定案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风险评估他们就没有想过，万一这个中东打起来，这卡塔尔的天然气断供了怎么办他们也没有算过账，那就算这个美国愿意卖给他们气，那样的价格，欧洲的经济能不能承受？这美国的产能到底够不够填补欧洲这么大的窟窿？说句不好听的哪怕是咱们中国随便一个县里的领导，在做这个修桥铺路这种决定的时候，也得开个会讨论个十遍八遍的，考虑各种风险预案吧。绝对不能说带着个人情绪去瞎指挥可是你看欧盟这帮当家是怎么干的？就是这么随性，就是这么任性，一拍脑门充满了个人情绪。我讨厌普京，所以我就不买他的气，简直就跟过家家一样那当时这项禁令通过的时候，这对姐妹花那叫一个得意结果呢，刚得意2个月这中东一开打，卡塔尔一断供，普京呢再一补刀，这2个姐妹直接从天上摔进烂泥塘里。欧洲呢现在成了国际市场上的无头苍蝇，卡塔尔没气了，去哪儿找？去找北非？去找美国？去找挪威？你当人家亚洲国家是吃素的日本、韩国，就连台湾这些买家也全都在满世界找这个天然气呢。这就叫狼多肉少。欧洲这帮大款下场去抢，这价格呢瞬间就被炒上天。价格一上去谁最倒霉？欧洲的制造业。你的工厂用电成本是别人的3倍，那你的产品造出来还有谁要还有什么竞争力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那个德国的默茨，天天在这个台上喊哎呀，我们要提高欧盟产品的竞争力，我们要对抗中国制造。我听完都觉得好笑。你们的冯德莱恩这在疯狂的给你们的能源成本加码，他到底是哪头的呀？我看吧，他简直就是美国与亚洲派去搞垮欧洲的终极卧底。这个欧盟眼瞅着就要散摊子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傻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早就在私底下发牢骚了，抱怨这个欧洲为了美国的利益付出太多，却连根毛的补偿都没捞着。这不2025年的时候这西班牙偷偷摸摸私底下呢向俄罗斯采购了13亿欧元的天然气，
后来这个事暴露了，那冯德莱恩呢还严厉批评西班牙，这西班牙现在这个心里还憋着火呢。现在普京放话要切断供应，西班牙肯定急眼了呀。接下来这西班牙绝对会跟匈牙利和这个斯洛伐克一样，什么欧盟一致立场，老子不装了，老子就要公开采购俄罗斯能源，保密要紧。那不仅是西班牙我给你打包票，接下来这个比利时、希腊、保加利亚、葡萄牙这些国家，那估计都会排着队跟进。还有那个号称欧洲的墙头草、神出鬼没的意大利，你看他什么时候吃过亏？肯定也是连夜买站票去莫斯科求和呀。那说到这儿吧，还有个最搞笑的段子就是欧盟内部有个刺儿头，叫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这个老哥吧是个明白人，他多次公开指责这个冯德莱恩，说他这不叫制裁，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欧尔班不光说，他还真干。2025年，匈牙利顶着欧盟的压力，向俄罗斯采购了28亿欧元天然气。好家伙这个采购量排在全欧洲第2位。听到这儿，肯定有人要问，匈牙利排第2，那谁是全欧洲买着俄罗斯天然气排第1的榜一大哥呀？这个榜一大哥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天天在国际上又当又立，把这个反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法国。数据显示法国是去年从这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最多的国家，整整买了31亿欧元。哎呦喂，这个事太魔幻了马克龙白天呢在电视上西装革履的高喊，我们要制裁俄罗斯，我们要把俄罗斯封杀到底。一到晚上，赶紧掏出小本本给这个普京打电话。你说这个欧盟大国是不是虚伪到了极点？事实证明能源呢那是实打实的刚需，它不是你用嘴巴喊两句价值观、自由民主就能替代的。可是这个冯德莱恩和卡拉斯他就是不信邪，非要一条道走了黑。卡拉斯呢还在那叫喊说价值观高于一切，要求大家呢彻底拒绝俄罗斯的油气。那就在2月6号，居然又推出了针对俄罗斯第20轮制裁方案，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把俄罗斯在海上的运输线给彻底掐死。这还不算完，这冯德莱恩在讲话中居然公然威胁，说要对那些采购俄罗斯能源的国家进行2级制裁。他还特意咬牙切齿强调4个字包括中国。哎呦喂，你欧洲自己没油没气都快饿死了，你不去怪这个美国断你后路，你倒跑过来威胁我们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买谁的油，跟谁做生意，轮得到你一个快破产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来指手画脚那说到最后你看到欧盟这帮人行为里那个可笑的悖论了吗？你拼命拒绝，天天诅咒的东西，恰恰呢是你赖以生存必须拥有的东西。这就是欧盟现在最可悲的写照。更疯狂的是他们自己往这个火坑里跳还不算，还要拉着全世界跟他们一块疯。那动不动就是威胁这个制裁那个，他以为全世界都跟他一样吗？这下好了，求锤得锤。我就怕到了最后真断了天然气了，这2个人呢又开始在国际上撒泼打滚的骂普京，你为什么不卖天然气给我们欧盟？你这是反人类。你信不信这种事他们是绝对干得出来的。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么多年来这欧洲和俄罗斯终于在这一刻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叫什么？这就叫双向奔赴，各自安好。我是肖兰，我们下次再见。